我们来接着讲述希腊神话。上期说到，宙斯等神战胜了远古的泰坦们，成为了统治世界的新神，而宙斯也成为了众神之王，开始到处追求美丽的女子，与他们云雨交欢。魔祖狄丰趁机偷取了雷霆权杖，打跑了众神，得到了对于世界的统治神权。而宙斯依靠欺骗，重新获得了雷霆权杖。在万魔之祖狄丰与众神之王宙斯的战斗之中，众神看到了宙斯真正的实力。所有的神，包括宙斯的兄弟波塞冬与哈迪斯，都惊惧不已。在以前，宙斯都是依靠智慧女神摩提斯的智慧赢得胜利，而狄丰之战却让众神见识到了宙斯的可怕。当宙斯收起了雷霆权杖，看向惊恐的众神，流露出了得意的神色。只见宙斯得意地对众神说道：“来欢庆吧！此次的胜利预示着我们的繁荣，诸神们啊，进入到狂欢中吧！我要在奥林匹斯圣山举办力量与欢乐并存的盛宴。”于是宙斯命令众神在奥林匹斯圣山举办运动会，神话史上第一次奥林匹斯运动会就此展开。众神们有的比赛赛跑，有的比赛标枪。当众神比赛拔河之时，众神之王宙斯站了出来，他握住粗壮绳索的一端说道：“当敌风来临时，诸神都化为了动物，而唯有我正面的迎击。诸神啊，在此之前我从未袒露过我的力量，如今以和平的方式来感受一下你们王者的力量吧。”所有的奥林匹斯众神都兴奋地参与到了其中，太阳、月亮、流星都在拉动着宙斯手中另一端的绳索。海洋之神波塞冬用无尽大海的波涛之力参与其中，冥王哈迪斯用数以万计的鬼魂在后方助力。那以众神神力加持过的绳索被巨大的力量绷得吱吱作响。众神之王宙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奥林匹斯所有的神，即使面对所有主神的合力，宙斯的身姿也没有被拉动分毫。众神这才明白宙斯作为众神之王的恐怖。冥王哈迪斯仓皇地回到了冥界，海神波塞冬不甘地低下头颅，但波塞冬眼中的反叛之火并未熄灭，因为他曾经听到过魔祖狄丰被封印时的话语：宙斯的孩子将会取代宙斯，那时他这个海洋霸主还有机会吞噬天空的神权。当第一届奥林匹斯众神的运动会落幕之后，宙斯孤静地坐在宝座之上，皱眉望向远方的残阳。他心中担忧着关于那二代父神克罗诺斯对于他的诅咒，难道自己的孩子真的会取代自己吗？想到了这里，宙斯愤然起身，他大步流星地去往了命运三女神居住的宫殿之中。神王宙斯想要抢在诅咒发生之前扼住命运的咽喉。在那古老的宫殿之中住着命运三女神，她们是五大原初之神黑暗男神俄日波斯与黑暗女神尼克斯的女儿们。大姐克罗斯是命运的纺织者，是执掌人们出生时命运的女神。她亲手将人们的命运丝线从命运的纺织车中拿出来，交给她的二妹，那位命运的决策女神拉克西斯。这位女神会以量尺丈量命运的丝线，并将长短不一的命运丝线交给最小的妹妹，那命运的终结女神阿克布洛斯。女神阿克布洛斯会以锋利的命运剪刀剪断命运的丝线，完成一个人生命的制定。这些丝线会被交织缠绕，成为一个无比复杂的网络，挂在神殿的各个角落。宙斯来到了神殿，他迫不及待地要求命运给出预言。命运三女神回答了宙斯的问题，他们或苍老或年幼的声音整齐划一地说道：“神王克罗诺斯的诅咒将会应验到智慧女神摩提斯的身上，她的第一个女儿将会和你一般强大，她的第一个儿子将会超越你的力量。那时，这个孩子将会取代你，成为新的神王。”宙斯顿时惊恐万分。智慧女神摩提斯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。当年宙斯在与自己的父亲克罗诺斯争夺神位的时候，宙斯开始疯狂地追求这位智慧女神，而智慧女神摩提斯则不断地变成世界上各式各样生物的形态，企图逃避宙斯的追求。结果宙斯也不断变成相应的形态，继续死缠烂打。宙斯的力量太过于强大，女神不得不屈从于宙斯。最终，智慧女神摩提斯陷入了对于宙斯的爱恋之中，成为了宙斯第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。